这个是什么菜呢？我看着很美了哈，这个菜肥肥的哈，还有蜗牛的，很新鲜哦。就是这个菇菜啊，韭菜。上一次做的时候是什么菜啊？上一次做那个虾饼啊，哈，就是放那个黑饼，然后再切一点菇菜丢下去，掺掺一点味道啊，捞一捞，然后拿去炸，我跟你讲超级好吃。那这一期呢，我们做一个比较简单的啦，你想简单也可以简单，就是韭菜煎蛋啊，不要看这样很简单哦，其实如果你要做到好吃的话。还是要下一点功夫的。OK， 韭菜煎蛋的话，我们就没有放其他的料了哈，就只有韭菜罢了。OK， 我们现在就来切一下。OK 啊，我们先把它排好啊。这边有差不多50克，好，你可以放50到80克的这个韭菜了啊。这边是可以做到4粒鸡蛋的分量哦，4到5粒鸡蛋。你把这个部分哈，这边是比较硬的嘛哈，这边比较硬的我们就切掉一点点。OK， 切掉一点点，这个很硬，吃起来口感不太好嘛。好，那你们在家做这个韭菜煎蛋的时候，通常是怎么样切这个韭菜的 ？OK， 我跟你分享我的方法。OK， 这边比较，刚才我们切掉一部分了嘛，哈，剩下的还是这个管这边嘛，好，我们就把它这边是 OK 的，比较嫩的，我们就可以这样子切，不要切太长，就这样，好像切葱花这样。OK， 要切到哪里呢？切到剩它的叶子这边呢，我们才开始切成一段一段。好，这边我们就把它放一边先，好，分开放。剩下来的叶子这边呢，我们就这样子改，好，一段一段的，好，OK， 搞定。这边要提醒大家一下啦，那个韭菜你们买回来的时候记得要洗因为它买回来的时候很多那种泥沙洗干净了，然后你就把它铺在一片干净的布上面，给它干水，我们才来切的。OK， 那下一步我们来做这个鸡蛋的我这边是用4粒的这个鸡蛋的，好，把它敲在一个碗里面。4粒的 A 蛋我直接用 A 蛋，比较有划算的，用 A 蛋。OK， 然后我们就在这个鸡蛋这边做一点调味啦，我会加一点，我没有加盐我加一点生抽，加一点生抽。OK， 再来可以多一点胡椒粉多一点的胡椒粉。胡椒粉跟韭菜也是蛮搭的OK， 然后我们就把这个鸡蛋打散。OK， 打散之后我们就在一个碗准备一点清水了，不要太多的清水，然后加一点玉米淀粉我们来调个水淀粉，不要太多，好，就这样搅一搅。你搅匀了，你就把它倒进来个鸡蛋这边 ，OK， 然后再搅一搅这样子你煎出来的蛋就比较蓬松了。OK， 这个鸡蛋搞定了，我们就先放一边。这个韭菜呢，我是没有直接倒下去那个鸡蛋里面先的我会炒一炒，煸炒一下给它出味了，我们才下去那个鸡蛋液里面这样才会整个蛋液都是那个韭菜的香味来 ，OK， 这个锅热了呢，我们就转到小火，加一点油不用很多的油然后我们就先下这个梗的那个地方煸一煸炒然后再下这个叶子的地方大火煸一煸炒，好给它香哇香韭菜一下去呢味道就不出来了。好，大概炒就好了这时候你会闻到一个韭菜的香味我们就可以关火了。OK， 捞出来，我们就把这个韭菜放到这个蛋液里面其实也不会很多这个韭菜煮到来OK， 然后我们再赶紧的把它搅拌均匀。好，再去起锅。接下来我们再一次的把这个锅给热一热准备来煎蛋。锅热了，转到小火，加油。这个油多加一点没有关系因为鸡蛋很吃油OK， 等油热一热先。OK， 这个油有一点微微的一点温度了，我们就可以下这个鸡蛋了。哇哦，开一点火。我们把这边里面的这些蛋液弄散来。OK， 把它弄去旁边。你可以先中火慢慢的把这个鸡蛋煎熟。OK， 这个鸡蛋的表面你看它会比较凝固一点了，我们就试一下能不能摇可以摇了是吗？你就慢慢摇咯，给它的每一个周围都有被煎到这样子了
啊，4粒蛋是刚好了，可以吃4到5个人了哈。你不要急着去翻它了哈，你急着去翻可能就它的蛋还没有凝固嘛，你急着去翻的话就很容易造成意外。OK， 我们等它凝固到完先，所以这个时候火是中火，不能太大哈，你就这样慢慢转给它，每一面都有煎到。OK， 你看时机差不多了啊，我们就可以翻到另一面了啊。如果你不会翻的话，你就可以准备一个碟子，然后把它这样放进来，然后那个锅再卡回去，然后再翻回来啊。这一招也是可以啊。如果你会翻的话，当然直接翻，好，直接翻。这个颜色就很美了，看到吗？啊，这边就不用煎这样久了，大概煎一煎就可以上了哈。那个蛋是不是很蓬松，是吧？啊，碰碰的哈。OK。啊，这边我们就大火煎一煎，大火煎一煎再翻回来。可以吗？可以了哈，不会派哦。你也不用担心这个油会太多，你可以这样子哈，像我这样做，好，把它弄到一边，好，把那个油滴下来，看到吗？也滴的差不多了啦，好，你看都是油，我们这样子，好，就这样子上菜，哎呀，漂亮。这个煎韭菜的油呢，你也是可以把它淋在饭上面的哈，也是很香的，好，非常的漂亮。好了，完成。哇，真的是很香哦。那家常菜的方式，你可以用2种方式，这个是煮炒的方式啊。家常的那个做法就是，好像我妈妈每次煎好蛋啊，就是圆圆的话，才会用那个铲去擦，搞一搞啊，好分嘛，这样子哈，也是可以啊。这个是比较家常的 style，OK 啊，不管怎样都好啊，主要还是味道要好。OK， 我们来试一下。OK， 如果你讲你不要放这样多油是可以，但是煎出来可能它就没有这样的颜色一个效果啊，没有这样的那种脆脆的效果。如果你油放多的话，你不怕嘛？你可以拿掉它的油。哦，这片好了，我要吃大片的。哇，好吃！那骨头的味道哦，超级香。我跟你讲哦，那你一碗白饭哦，你这一片给它盖上去，这样捞吃，一流。而且哦，我们的那个韭菜它是有炒过啊，你比如煸炒一下，它韭菜的味道全部散发在这个鸡蛋里面啊，你吃起来就整个都是那个骨彩的香味，真的很好吃。你们要去试一下。我觉得煎蛋在那个技术方面，你们可以慢慢去磨练了哈。这个你要煎久了，你才会知道啊，这个多少粒蛋的油量要下多少哈，然后会不会不够油，你是可以阿嘎得到啊。你看我太久没有做了，也是偶尔会失手一点，油放多一点了。但是我总觉得油放多一点比放不够还好啊。你放多一点了，你可以最后这样拿起来，那个油滴掉一点点啊，再上菜啊。你不够的话就很难救了哈。你又放回冷的油下去就。那个东西就不同了，对吗？啊 ，OK 啊，那这一集的分享就到这里啊，希望大家做出来也会跟我一样很满意这一道韭菜煎蛋。OK， 我是阿红，我们下期见，拜拜。